Hello，大家好啊！Tommy 今集咧係想同大家講投資㗎，都希望唔會悶親大家啦。之前同大家分享過一啲喺美國一啲嘅低風險嘅現金類嘅投資產品例如你擺喺銀行嘅一啲嘅高息嘅活期存款 （high yields 嘅 savings account），一啲你喺 Treasury Direct 開嘅通脹掛鈎債券 （I-bonds），亦都有美國嘅公債啦，即係 Treasury Bills、Notes 同埋 Bonds 啦，揸住啲公債嘅 ETFs 啦，即係SCUF 等等。亦都有講過喺 Vanguard 喺 IB 上面點樣去買一啲嘅銀行出嘅定期嘅存款啦。亦都有講過一啲嘅貨幣嘅市場基金啦，即係啲嘅 Money Market Funds 啦。以今日即係2024年嘅3月嘅利率嚟講啦，最少嘅活期存款咧都應該會有5厘或以上噶啦。例如我自己都用咗好幾年嘅叫 Tap Bank 啦，咁佢係5.27厘噶，佢都算係其中一間都我覺得比較誠實少少嘅銀行啦。當利率升嘅時候咧，佢嘅利率都有跟住升噶。而之前都有介紹過啦，Wealthfront 嘅活期存款咧，佢都有5厘嘅。而佢最好嘅地方咧係你即日撳呢個 withdraw 咧攞翻啲錢出嚟咧，你就即日咧係可以喺另外一間銀行攞翻出嚟噶。呢個咧就好似唔係間間銀行都做到嘅。下邊都有我嘅分享連結嘅吓。而利率最高嘅咧，今日咧就應該係1到3個月期嘅 T-bills 應該都有5.39 5.4厘噶啦。而今集咧，我係想分享一下風險相對係比較高，流動性相對比較低，但係利率係會高0.幾個%嘅 Agency Bonds， 一啲咧係由美國政府相關嘅機構發行嘅債券啊。我自己就買咗少少嘅，短期嘅利率咧係會有6厘或以上噶。我亦都咧會係分析一下呢啲嘅債券佢哋嘅回報啦、佢哋嘅風險啦、流動性啦、需要注意嘅地方啦，同埋最尾當然我都會講一講你喺稅務上面嘅考慮啦。好啦，咁我哋先嚟講解一下究竟 Agency Bonds 係乜嘢，同埋究竟佢哋嘅實際嘅破產或者違約風險有幾大呢？我哋可以上 Charles Schwab 嘅網站上面嘅介紹啊。Agency Bonds 咧，佢哋嘅發行人咧，其實就係一啲美國政府佢哋贊助嘅企業一啲叫 Government Sponsors Enterprise 嘅 GSE 啦。最常見嘅例子咧就包括咗美國聯邦嘅住房貸款銀行啦 （FHLB） 啦，聯邦嘅農業信貸銀行啦 （FFCB） 啦，房利美、房地美。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咧，其實呢啲嘅企業係同之前08年嘅次按危機，同埋上一年23年有幾間銀行嘅倒閉咧係有直接嘅關係噶。而輿論咧亦都係對究竟呢啲嘅企業應唔應該繼續存在咧，存有一定嘅爭議噶。不過啦，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最重要考慮咧就係究竟呢啲嘅企業會唔會倒閉啊？其中咧就只有因為08年次按危機而被政府接管咗嘅房利美同房地美呢兩間企業嘅債券係由政府100%信用保證，其餘嘅啱啱講到嘅 FHLB 同埋 FFCB 咧都係冇政府直接背書噶。不過啦由於美國信用市場千絲萬縷關係，同埋佢哋一旦倒閉咧，其實對美國經濟嗰個打擊係非常非常之大啊。外界都普遍認為啦，當呢兩間企業遇到問題嘅時候，政府係冇理由唔係好似當時佢為房利美、房地美咁去保底咁樣啦，去打救佢哋。咁所以咧，呢啲嘅企業其實佢哋發行嘅債券咧，佢哋嘅信用評級係等同美國公債㗎，亦即係3條 A。相比之下如果你同其他嘅債券例如係地方政府嘅債或者係公司債咧，呢啲嘅 Agency Bonds 佢哋嘅風險咧係較低嘅。當然啦，投資梗係有升有跌噶啦，係嘛？凡事都唔係絕對嘅。美國政府都會點都有破產都會有違約嘅風險噶嘛。如果有啲人同你講細神劈月嘅仔細手指咁樣嘅話，有啲嘢係絕對唔會發生噶，咁你都可能會諗一諗啊。特區政府提出嘅建議係絕對唔會減少香港市民嘅現時所享有嘅自由同埋人權，亦絕對唔會影響我哋現有嘅生活方式。咁網友你可能會問 Tommy 啦，喂，既然呢啲嘅風險係同美國公債係相約嘅，點解呢啲嘅 Agency Bonds 回報明明高咁多，咁佢買嘅人又冇公債咁多呢？
咁啊呢度亦都要講一講佢哋嘅非流通性啦，同埋佢哋有嘅提前嘅贖回嘅風險啦。咁啊，由於買賣呢個機構嘅債券嘅人咧會比較少啦，去買賣佢哋嘅時候，佢哋嗰個嘅價差嗰個嘅 spread，即係話買入價同埋賣出價嘅分別咧，係較美國嘅公債係多啊。再加埋一啲嘅買賣嘅手續費啦，例如我喺 Vanguard 上面一啲嘅二手市場去買賣 Agency Bonds 嘅手續費咧，係每1000蚊收翻嚟1蚊，即係話0.1% 啦。咁你買賣即係0.2啦。如果我一開始咧係用咗1000蚊去買一股嘅呢啲嘅 Agency Bonds，你即刻賣翻出去嘅，咁我咧就大概只係會收翻大概970蚊到980蚊嘅金錢嘅啫。咁啊，相比之前提到譬如你去買一啲嘅貨幣市場基金啦，甚至你去買公債都好咧，其實你係可以隨時買賣你嗰個差價咧係冇咁大噶。咁啊，所以咧其實我自己就認為如果你希望係持有呢啲當然嗰個利率係比較高少少嘅債券咧，除非你係有一個好緊急嘅情況係需要用呢啲錢啦，否則嘅話咧最好咧都係留翻喺到期之日先係贖回啊。好啦，咁而題外話嘅如果你係從來冇買過債券嘅每一股嘅債券咧都係1000蚊噶啦。咁啊，最細你買一股都係1000蚊噶啦。咁啊，當佢報價嘅時候咧，佢就會寫100啦。咁啊，即係代表住你買嘅時候咧就係1000蚊嘅100%，即係話你買咧就係1000蚊。如果佢哋出嘅價格咧係99，即係話啦有一個1% 嘅 discount 一個優惠啦。咁你買嘅時候咧，佢就係990蚊。相反嘅，你出嘅價格係101，咁你買嘅時候咧，嗰個價格就係1010蚊。而債券市場價格嘅上落咧，其實係有關於發行嘅時候，佢嗰個固定嘅 coupon rate 同今日出邊市場利率嘅分別㗎。當出邊嘅市場嘅利率係升緊嘅時候咧，債價就會跌啦。就例如你去睇 Vanguard 嘅BND 呢個債券嘅基金啦，ETF 啦。佢喺過去加息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就跌咗成2成噶啦，令到好多退休嘅人士咧，所謂不知所措啦嚇。畢竟其實你退休嘅時候，你個風險都唔想咁高啦嚇，你都係想買一啲嘅債券。但係相反㗎，如果你預計到未來咧嗰個利率係會跌嘅話咧，債券咧其實嗰個價值咧就應該係會升嘅。而除咗呢啲債券咧嗰個嘅價格係會不斷咁浮動之外咧，其實呢啲嘅 agency bonds 仲有另外一個風險㗎，就係一個叫做被一個嘅提早贖回嘅風險啊。咁啊，基本上啦，你買到一啲係 agency bonds 咧，通常都係 callable 㗎啦。咁啊，之前講解定期存款都有講過呢個字點解啦，亦即係話啦，發行人咧係可以喺到期日之前去選擇去提早贖翻嗰個嘅產品㗎。例如呢啲嘅債券發行之後咧，佢通常都有一段嘅時間叫做 call protection。咁啊，可能例如係6個月嘅，咁亦即係話啦，佢嗰個嘅債券發行之後嘅6個月咧，無論市場係發生咩事都好。呢間公司咧，或者係呢個嘅機構咧，都係唔可以提前去贖翻㗎。咁啊，當然咧，佢擁有呢個嘅提前贖回嘅權力，就並唔代表佢真係一定係會贖翻㗎嚇。大家要諗清楚。而決定佢哋究竟會唔會贖翻會唔會 call 佢咧，就同市場嘅利率係有直接嘅關係㗎。你可以咁樣去理解㗎。你將呢啲嘅 GSE 嘅發行人想像成為一個借咗銀行固定利率房屋貸款嘅屋主啊。當出邊利率升緊嘅時候，作為屋主嘅你因為你嗰個嘅利率係唔升噶嘛，你當然就會按兵不動啦嚇，唔會對你嘅房屋貸款有任何嘅改變。但係如果出邊嘅利率係跌緊嘅話，你本來你揸緊嘅呢個嘅房貸利率嘅係6厘嘅，而家出邊做緊係5厘嘅話，正常你聰明你都會做翻一個嘅 refinance 一個嘅重新貸款啦，去攞翻一個比較優惠嘅利率。同一個嘅道理例如我買呢個嘅債券，當時買嘅時候嗰個嘅 coupon rate 係6厘嘅固定嘅嚇。如果出邊利率嗰個市場係跌緊嘅話，呢一個嘅企業佢係可以重新嘅發行一啲譬如假設係只有5厘嘅債券嘅時候，佢係咪會選擇提前嘅贖翻我手上持有呢啲嘅6厘嘅債券啊？因為佢係之後咪唔使俾咁多嘅利息俾我咯嚇。咁佢咧就係會提前嘅俾翻呢個嘅債券嘅面值俾我啦，即係話每一股1000蚊啦，再加上一啲應付未付嘅利息。
嗱，而要平衡呢方面嘅風險咧，其實你就只能夠咧買呢啲嘅 agency bonds 嘅時候就要留心少少啦。可能你就揀一啲係唔 callable 嘅呢啲嘅 bonds。咁但係咧，如果你揀呢啲嘅話咧，你嘅利率咧就係冇頭先我哋講到6厘咁高㗎，可能就只有5厘左右啦。咁但係都係會比之前講到嘅美國公債嗰個利率係高少少㗎。咁啊，所以都好視乎翻究竟你買呢啲 agency bonds，究竟你係為住啲乜嘅原因去買啦，係咪？咁啊，如果你嘅原因係可能係退休嘅嚇，你係都係想買一啲可能長年期少少啊，都係低風險少少嘅投資產品嘅話咧，咁可能你揀一啲 non-callable 嘅呢個 agency bonds 咧，就可能就唔係話咁差㗎啫。咁啊，就例如我買嘅呢啲嘅 callable 嘅 agency bonds 咧，通常我都係揀起碼3個月之後先 call 嘅。咁啊，你咪當我喺度玩緊 Texas Hold'em 咯，係嘛？咁啊，你夠薑嘅呢啲嘅 GSC，你夠薑你咪 call 我咯，係嘛？call 我一笨係嘛？咁啊，畢竟咧其實就只有3個情況嘅啫嚇，利率一係就升，一係就跌，一係就唔升唔跌嘅啫係嘛？咁啊，如果你話利率跌咗嘅話，咁佢咪會 call 我嘅債券咯，係咪？咁反正其實都冇乜所謂啦，我都係為咗短期嘅利率嘅回報嘅啫。咁你 call 咗，你都俾翻利息我啊，你都俾翻我嘅本金我就冇乜所謂嘅。咁啊，你話又唔升又唔跌嘅，咁啊我都冇乜所謂啊，係嘛？反正你又唔 call 我，我又攞住我本來嘅6厘，咁啊繼續 hold 咯，係咪啊？你睇下邊個蝕啲係嘛？咁啊我都覺得 OK。咁啊當然有一種情況就係投資就係我會失利嘅嚇。咁啊當然就係嗰個嘅利率升上去啦，係咪？咁啊因為新發行出嚟嘅債券就會比我當時買入嘅嗰個嘅債券嗰個嘅利息更加高啦，亦即係話人哋新買嘅嗰啲嘅債券賺嘅利息比我高咁嗰陣時我咪會蝕咯。而我買嘅嗰個債券，如果佢嘅年期越長，譬如你話20年、30年嘅話咧，其實我就係越傷㗎嚇，因為我係俾佢綁死咗噶嘛，因為佢又唔 call 我如果我賣翻出去，我又嗰個嘅債價又唔值嘅話，係嘛？咁我就會好傷噶啦。咁啊當然啦，呢一個其實都係大家去買呢啲嘅即係比較長期少少嘅債券嗰個嘅風險啦。而家呢個嘅環境之下咧，其實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個利率應該都會跌落去啦，係嘛？咁我自己咧就真係唔係話真係咁肯定啊！畢竟其實有好多嘢咧都係要點放長雙眼去睇噶嘛。我相信過多幾年後，條例通過之後，你哋踏入社會工作咧，睇翻我哋留低嘅條例咧，你會相信咧，葉局長係冇呃你哋嘅。放長雙眼睇啦，各位，你哋唔好咁笑啦，呢啲真係要放長雙眼睇噶嘛。好啦，咁跟住落嚟嘅時間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喺 Vanguard 上面買債券一啲少少需要注意嘅地方啊。咁啊，基本上啦，其實所有證券行咧，佢哋嘅網站買呢啲嘅債券都應該係大同小異噶啦。咁啊，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用 IB 去買公債噶啦。咁啊 Vanguard 去買債券啦，買定期存款嘅嗰個嘅頁面咧，其實都係非常一目了然噶啦。咁啊喺美國公債下邊咧，就已經係呢啲嘅 agency bonds。咁啊，你可以見到有唔同年期嘅產品大概嘅回報啦。咁啊，當然啦，呢個嘅頁面上面咧顯示嘅債券嘅回報率咧，其實就唔係太準確㗎嚇。咁啊，因為咧佢係冇將交易嘅成本計埋入去。你真係咧要去到買嘅嗰一頁咧，你先係會知道實際嘅年回報係有幾高㗎。而你一入到去買呢啲嘅 agency bonds 嘅嗰一頁咧，其實佢係自動咧就幫你排晒最高回報率嘅嗰啲債券㗎啦。而啱啱都提到啦，其實呢啲嘅債券其中一個嘅風險咧，就係提早被贖回嘅風險啊。咁啊，而由於買債券咧係會有0.1% 嘅交易成本啦，咁所以咧，當你見到一啲嘅債券可能好快嘅譬如係下個月或者甚至今個月咧就開始callable 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係需要盡量嘅去避免佢哋啊。咁啊，不過啦，其實你都可以撳一撳入去睇下嘅。有時候計埋嗰個交易成本咧可能嗰個嘅回報咧係會變成0甚至係負添㗎。咁所以咧，最緊要嘅你係要睇清楚嗰個嘅所謂 yield to worst， 咁亦即係話啦，最壞情況嘅回報率啊。咁啊，當然我哋今集買呢啲嘅 callable 嘅 agency bonds 咧，佢最壞嘅情況咧，其實就係佢係被提前贖翻呢個嘅債券。咁所以咧，其實呢個 yield to worst 咧，其實就等同隔離所指到嘅 yield to call， 亦都係會通常低於呢個嘅 yield to maturity。亦即係話啦，其實你持有呢個嘅債券去到到期日假設佢唔 call 你嘅話，嗰個嘅回報而由於啦而家市場普遍認為利率係會跌嘅，咁所以咧提早贖回嘅機率咧當然就會比較高啦。
咁但係如果喺一個比較細嘅機會之下，利率係一直長時間嘅持續而家嘅水平，甚或之好似我哋頭先講 Texas Hold'em 我明明揸住2條煙嘅，人哋都係要同花順嘅即係而家個利率係升翻上去嘅可能即係話美國佬玩嘢想玩殘其他國家嘅話，咁你可能咧就真係需要留意下呢個嘅債券嘅終極到期日，即係嗰個嘅 maturity date。因為如果利率真係咁唔好再升上去，而買賣嘅時候因為嗰個 spread 比較大咧，你有冇咁嘅心理準備持有呢個嘅債券一直到到期日咧有陣時你見到可能會10年、20年甚至30年嘅咁當然你話呢個機會率多唔多咧？而家睇落去咧就當然就係比較細嘅好啦，咁以上咧我都同大家講咗好多關於買呢啲 agency bond 需要留意嘅事項噶啦。咁雖然你話買債券咧，佢嗰個波幅就冇話買股票等等係咁高但係每一日咧，其實你撳入去Vanguard 個網站去睇啲嘅利率咧，其實佢都有唔同嘅變化㗎，嗰個嘅債價唔同啦。咁譬如我買嘅時候咧，我一開始買可能係5.8、5.9厘，咁但係可能等咗過幾個禮拜咧，因為嗰個嘅債價可能跌咗少少啦。咁我之前有一啲買嘅咧，竟然係去升到6.2、6.1等等㗎。咁甚至可能上年如果你係有睇過買過嘅話咧，我知道係有6.5甚至7厘添㗎。咁所以咧其實就投資係涉及風險啦。今集其實當然我就介紹俾你睇啦，咁但係我就冇話建議你買或者唔買㗎，記住。都請你按照翻你自己嘅投資嘅需要啦，投資嘅風險啦去睇下你買定係唔買啦嚇。仲有一樣嘢咧係需要大家注意㗎就係由於呢啲嘅 agency bonds 佢哋嘅流通量係唔高雖然你買入去嘅時候最細嘅單位係1000蚊，即係話1股嘅債券啦，但係你賣出去嘅時候咧如果你真係需要賣出去啦，可能你需要一個嘅現金周轉嘅話，通常咧係需要你擁有起碼10股或以上噶，亦即係1萬蚊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希望買呢啲嘅債券咧，我自己就比較建議咧，你最細買落去咧係每一隻債券起碼你就買1萬蚊。然後啦有關於稅務方面嘅，機構債券咧，除咗我哋頭先提到嘅房地尾、房利尾係需要交州稅之外咧，FHLB 同埋 FFCB 咧係免州稅㗎。就例如咧我自己個人嘅收入啦，喺加州嘅 tax bracket 咧係9.3%，聯邦嘅係24%。長期嘅資本增值啦，或者係你買一啲嘅 qualified dividend 呢個合資格嘅股息稅咧係15% 嘅話咧，如果我買咗一啲股票生出嚟嘅股息啦，我要交嘅稅款咧就係頭先講到嘅15% 嘅 qualified dividend 啦，加上9.3嘅加州稅啦。因為加州咧其實就係冇一個嘅優惠俾翻 qualified dividend 或者一啲嘅 long-term capital gain 額，亦即係加埋咧就係24.3%。但係相對嘅，如果我買一啲嘅債券，我嘅利息收入咧，由於係唔需要交加州嘅9.3嘅州稅我只係需要交翻普通嘅聯邦稅，亦即係24% 啦。咁所以咧，其實反而咧，對於我嚟講咧，買一啲嘅債券咧，交稅咧，竟然係會少過頭先講到嘅 qualified dividend 添。咁當然咧，我就唔會話因為我想慳個0.3% 嘅稅而去揀 agency bonds 唔去揀股票㗎。咁當然佢哋就係唔同嘅資產嘅級別啦，係咪？咁呢一個就睇翻你自己嘅投資嘅風險、投資嘅需要去揀你究竟買邊一樣嘢啦。我呢度亦都係只係想簡單同大家介紹下究竟點樣交稅嘅啫，係咪？而我喺呢一度咧，亦都係假設埋市場嘅環境係冇太大嘅改變持有債券嘅過程之中咧，係有可能產生一啲長期又好、短期又好嘅資本增值㗎。道理咧就好似股票一樣，畢竟債價咧係有升亦都有跌。但係計算債券嘅資本增值同埋佢哋嘅稅咧，其實同股票相比咧係非常非常難㗎。而投資者亦都要決定究竟你持有呢個嘅債券去到期之日定還是喺到期之日去賣出去，而去得到呢啲嘅資本增值。坦白講啦，我自己咧就未去到嗰個年紀要去考慮呢一件事所以咧呢一個咧，如果你真係有咁嘅需要咧，真係要問一問你自己嘅會計師而如果你可以接受更高嘅風險咧，其實喺機構嘅債券下邊咧，就係一啲地方政府嘅債券。亦即係 municipal bonds 假設你買翻屬於你自己州份嘅地方債，咁你嘅收入咧，除咗係免聯邦稅之外咧，亦都係免埋你嘅州稅㗎
咁啊，而其實咧呢一個咧，亦都係點解我足足2個月之前咧，我已經係想拍呢一段片嘅原因啦。咁啊，當時咧其實 Vanguard 咧佢就全新推出咗一種喺加州呢度免稅嘅地方債券嘅 ETF 亦即係 VTEC。咁佢嘅管理成本咧其實就全城最低㗎啦，只有0.08%。而由於地方債嘅嗰個嘅違約風險啦，同埋佢嘅非流動性咧，都係較我哋今日所講到嘅機構債同埋公債係大好多啊。咁所以咧，如果我真係要買呢啲嘅地方嘅債券咧，我都覺得係用 ETF 嘅方式去買咧，係會比較適合我自己嘅。而雖則佢嘅回報率係唔夠3厘，但係由於佢係完全免稅啦，對於一啲可能住喺好似加州呢啲嘅高稅嘅地方你又好高收入嘅，可能你嘅聯邦稅加埋加州稅加埋上嚟，可能稅率係有成4成、5成嘅話咧，其實可能你買呢啲嘅債券咧就會隨笨有精嘅。咁啊呢度咧我哋就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啦。好啦，我都希望以上嘅分享咧係可以幫助到各位嘅網友去了解一下究竟美國嘅 Agency Bond 係乜嘢。咁我都知道啦，喺呢個嘅世代無論你話去投資又好，無論你去規劃你自己人生都好啦，有好多人係對自己嘅前景咧係感覺到係好無力啦，感覺到好悲觀啊。但係我都好希望大家咧就真係近排成日啲人都喺度講噶啦，就係可能係你自己睇唔到嘟帶嚟嘅好處啫，係咪？大家都係放長雙眼去睇下啦，各位都好希望你中意今日我哋嘅分享啦。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